9号古遗迹的文明程度远超地球现阶段水平，人类对它的认知不过9牛1毛。罗峰进入9号遗迹后，意外触发了精英考核，这是古遗迹针对精神潜力巨大之人的特殊考核。由于罗峰之前从未有人挑战过，外界根本不知道这个精英考核的存在。身处9号遗迹内部的罗峰被一个水晶房间困死，此刻的罗峰面如死灰，凝重的面庞充满担忧。他害怕父母与徐星胡思乱想，以为他死在9号遗迹。我不想在这待3年，给我破开啊！罗峰猩红的眼眸涌过凶狠，他不顾一切轰击墙壁，伴随着巨大的轰鸣声，那充满力量感的铁拳一次次撞击光幕墙面。罗峰疯狂地捶打着，想要破开眼前这该死的光幕。不多时，他的双拳已经浸满了鲜血，不断撕心裂肺的怒吼让罗峰的声音也变得嘶哑。终于，一番发泄后，罗峰心情稍稍平复了下来，气息也变得有些萎靡。既然无法脱困，就要想办法尽早脱身。罗峰那充满迷茫的双眸顿时被坚定所取代，他顾不上身上的疼痛与疲惫，立马开始钻研墙壁上的图案。他要在最短时间内感悟这精神秘法，逃出这该死的空间。这套精神秘法一共有312式，它的玄妙复杂程度远远超过罗峰见过的任何精神秘法，甚至超越了地球文明的极限。罗峰又忧又喜，喜的是这个秘法的潜力强大到难以想象，甚至能让他迈入超越战神的层级。担忧的是，这么繁复的秘法，学习的难度同样巨大。罗峰深呼了一口气，他坍塌了情感，收敛了气息，完全沉浸在精神修炼之中。这期间，罗峰进入了忘我状态，除了吃喝之外，他将所有时间都用在修炼精神秘法。此时，外界已经过去了3个月，9号古遗迹入口处的工作人员脸上露出了失望之色。罗峰3个月都未能出来，恐怕是凶多吉少。这次与罗峰一同进入遗迹的共有8位战神强者，其中成功2人，3人残废，还有3人失踪。失踪者之中就有罗峰。红盘坐于修炼室，正在感悟修行，身上散发的气息充斥着令人窒息的压迫感。妖娆神色冷肃地过来求见，向他通报了这次9号遗迹历练的情况。得知罗峰战死的消息，洪威严的面庞先是闪过诧异，片刻后，那双锐利如鹰的眼眸忽的一下低垂下来。这位屹立于权力巅峰的男人，眼中竟然闪过悲伤。妖娆此时才知道，这位叫罗峰的小子，竟然在馆主心中有着如此重要的地位。还未出来的3位战神，向他们的亲人通知他们的死讯。顿了顿后，红再次开口：“罗峰例外，通知罗峰亲人，罗峰可能死亡，还未确认。”妖娆妩媚的脸庞拂过惊疑，他从未见过红有这般反应。平日那果断理性的馆主，也有期待奇迹发生的一天。江南市，罗峰父母与弟弟从极限武馆处得知了罗峰的消息，听到罗峰可能战死，罗峰父亲顿时瘫倒在地，空洞的眼神失去了光彩。罗峰母亲泪水夺眶而出，哭泣着询问儿子的具体情况。罗峰弟弟强忍着心中悲痛，抚慰着伤心的父母，他们害怕徐星担忧。罗峰父母一直没有将消息告知徐星，他们整日以泪洗面，不停地祈祷着，希望儿子能够平安归来。毕竟极限武馆也只是说罗峰可能战死。时间一天天过去，徐星隐约间听到了些许罗峰的内幕。外界现在都在传罗峰可能战死的消息，他不相信临行前罗峰曾答应他会平安归来。罗峰一直是信守承诺的人，他不顾一切奔向罗峰住所，急切地向罗峰父母询问消息。徐星漂亮的眸子充满了期盼，他期待罗峰父母告诉他，外界那些传言是假的。不过，当他看见罗峰父母沉默的悲伤，见到对方脸上还没干涸的泪痕，徐星知道外界的传言是真的。晴天霹雳，徐星只觉身体被雷电劈中，轰隆隆的，他仿佛感觉内心重要的东西轰然坍塌。晶莹的泪花早已模糊了视线，贝齿紧咬着的红唇留下了猩红的血渍。他强忍着哭泣的冲动，转身离开了罗峰住所，玉手死死抵住宛如刀绞般的胸口。这一刻，徐星的生机仿佛被剥夺，他的背影是那么的落寞与孤独。他缓缓迈出脚步，每一步都是那么的沉重。此时的徐星宛如一朵没有生机的彼岸花，凄美且悲凉。9号遗迹，罗峰并不知晓外界的情况，他依旧发疯似的修炼，想要尽早完成挑战。爸妈，徐星，等着我回来。罗峰喃喃自语，2滴眼泪不由得从脸庞滑落。这是他第一次哭泣，他是真的担心家人和徐星。时间过了1年半，罗峰依旧音信全无。极限武馆正式宣布了罗峰的死讯。得知消息的李耀、维妮娜脸上充满了喜悦。虽然他们不能手刃罗峰，如今罗峰一死，他们可以用罗峰家人来发泄怒火。徐星的那些追求者同样难掩心中的激动。少了罗峰的阻碍，他们自认为追求徐星的机会将会大增。然而出乎所有人意料，
徐星在得到消息的当天，直接选择退学离开了学校，独自一人乘坐火车离开这片伤心之地。伤心欲绝的徐星想要找到偏僻的异域他乡，来逃避这残酷的现实。